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未来资本的播客电波未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Wendy。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我们最近新投资的一家公司做电动智能重卡的零一汽车。其实啊，卡车的自动驾驶呢，并不是一个新赛道，所以啊，可能很多人对于未来资本投资零一这样一家电动重卡公司，第一个反应是这不是一个很性感的投资故事。但零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呢，如果你仔细去拆解一下，你会发现它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或者是行业首创的地方。这些创新可能来自于创始人黄泽华的背景和经历，可能来自于对于真实物流场景的深刻洞察，也可能来自于一个想打造终极运输机器人的梦想。首先，欢迎零一汽车的创始人 CEO 黄泽华。感谢温迪，各位听友好，我是零一汽车的创始人和 CEO 黄泽华。谢泽华来到电波未来啊，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其实，在自动驾驶的这个赛道上，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玩家了。所以说，想您跟大家介绍一下，那零一跟现在我们市面上有的这些的自动驾驶的这个公司，它的具体的区别到底是在哪里？零一的话，我们是以一个整体的产品去思考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所以我们从零一创立的那一刻，我们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当自动驾驶真正的到来，在卡车这个行业，我们能够在脑海里面浮现的是一个10万到甚至100万台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无人驾驶，它所对于这个社会产生的最终极的影响。那么从终局的角度上去看呢，我们认为这个地方要有4大核心的要素，需要有我们无人驾驶的这个车辆，它是身体，也需要有无人驾驶的大脑，还需要有数据，也需要去运转这样一整套生态的商业模式。其实行业发展到今天呢，大家也存在一定的挑战和困局。首先呢，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传统的这个车辆本身呢，它是一个给人去设计的，所以我们人类司机他在车辆上面，其实他是在扮演2个角色，一方面他在驾驶这个车辆，嗯，另外一方面其实他在管理这个车辆。对，驾驶的车辆其实可以很好的被无人驾驶的这个大脑去解决，嗯但是管理这个维度上面，我们发现它是欠缺的。比嗯方说，无人驾驶的这个车辆，它也可能会出现刹车的失灵。嗯，在有人的情况下呢，大家能够听到可能刹车片的一些异响，或者说对，你踩下来发现会有比较软的地方。在正常的情况下，在有人的情况下，大家都是通过耳朵、通过自己的感官去嗯解决的。但是在最终的无人化的情况下，这个车辆是能够去自我的诊断它所出现的一些故障，同时还能够去做到自我的处理。所以在这个维度上面，我们其实看到现有的这些给人类司机所设计的车辆，其实并不满足我们最终的这个无人驾驶所需要的这种几十万台甚至上百万台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需求。对，我听你这么讲，我就感觉就是说这个本身是给人开的这个车，然后在自动驾驶的这个阶段的话，它还是需要有很多的在这个产品的设计上的一些的这个思考，然后才能去把它变成一个更好的商业化、一体化的这个产品的。对，这个事情其实是整个这种高阶自动驾驶整个行业大家一个比较大的盲点，一个共同的盲点。软件这个事情其实它并非是我们的唯一解。自动驾驶的车辆，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产品，它是无法脱离硬件或者脱离车辆去成为一个完整的产品的。而硬件这个部分呢，本身是一个被非常低估的这么一个行业。我们能看到的东西是在过往的接近10多年的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行业的发展史上面，自动驾驶的软件行业是被投入了超过100亿美元以上的这个投入的。但是在车辆上面，大家会认为车这个事情是一个已经 ready 的一个产品，我们似乎只需要把软件跟车做一个简单的集成和结合，这样一个上百万的一个车辆就能跑起来。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是认为整车厂作它应为一个该是有经验的，是吧？应该对是非常有经验去做这件事情的。对对对，嗯所以我在过去的经历里面就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在我前一段这个工作经历里面，我们就会去找整车厂要需求，整车厂反过来会找我们要需求，嗯。大家凑不到一起，最后你发现，就得一个人去同时理解2个部分才能把它嗯，结合好。
对，我感觉说的这个特别好。那对零一来说，就是我们现在等于是选择了一个软硬一体的这样的这个解决方案，听上去是一条不是太容易的这个路。那其实呢，就是泽华也是智能驾驶和电动重卡这个行业的一个老兵了，因为原先其实在做零一之前，你也有一段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创业经历啊，也在图森未来作为联创以及作为这个负责工程的这个副总裁。那图森其实当时就是一家就注重软件的这样一家公司。那你觉得说这段的创业经历，在你现在的软硬结合的这个思考上，就是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呢？另外，因为我们要从整车研发呀、制造呀、供应链啊等等很多方面要去做这个事儿。那在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怎么去节省成本、降低风险？我不知道这个您是怎么思考这件事儿的？嗯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观嗯察就是在图森里面去形成的。嗯，当时因为图森发展也很不错，我们其实跟国内外全球最好的这些整车厂都做过合作。对，我们合作过程中呢，就发现这个车的问题越看越大。我们软件是很容易说把它做到一个比较可靠性很高，或者说我们软件也可以通过一个虚拟的环境，通过不断的仿真和测试，能够做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可靠性。但是车辆这个事情呢，它是需要真正的去做到大规模的验证所以当时我们看到的这个问题，几乎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可解。我们如果认为自动驾驶卡车最终会到来的情况下，那所有人都是缺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必须要有人，或者说要有全新的团队去解决它，这也是我们去创立零一的原因。当然，整个的创立的过程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些挑战的。这个是一个我们自己称之为一个男儿正确的事情。呃，特别我觉得最具备挑战的一个事情呢，是你如何去把一个软件的基因、整车的基因、一个集成的基因和一个强研发的基因，这么多不同的要素把它揉在一起。我觉得这过去的几年，其实创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探索过程，也很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哎，正好是我们就讲到哦，说这个公司取名叫零一，是你的 idea 吗？这个因为在科技圈，我们经常会讲啊，从零到一去代表一些就是这个颠覆式的这个创新。那在这个传统巨头林立的这种商业车的这个领域，你认为零一汽车正在经历或者实现怎样的一个零到一的过程？对，我们其实取名零一有两个原因。嗯，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程序员，所哦以零一，OK，是二进制的意思。另是，外也有这个从零到一的颠覆性的一个意嗯思。在我们看到的东西呢，是重卡这样的一个行业，它还是一个偏传统性的行业，嗯，它有接近30年没有发生过非常重大的变化。对，那么因为没有特别大的变化，那么大部分这个传统的车企，它的研发的基因其实是在退化的。嗯，大家更多的是以集成为主，我们去对，看看供应链有哪些现成的技术，我们能够把它快速的去拼装出来，嗯推向市场就可以了。嗯。但是我们同时有看到的东西，刚刚其实聊到智能化，对，同时还有电动化，它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个改变是颠覆性的一个改变。嗯嗯，这些颠覆性的改变其实并没有办法仅仅去依靠一个组合去完成，所以对，我们看到的，哪怕在电动重卡里面，可能最小的一个零件，其实都是重新去值得思考的。同时呢，我们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们对于无人驾驶这个事情也做了很多嗯重新建构的思考。其实零一我觉得也有比较生逢其时的一个地方。我们在22年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整个 AI 的范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当时这个我们在22年年底 ChatGPT 也出来了，所以我当时其实很兴奋。我认为说，其实我们对于 AI 的很多底层的这个问题，或者说当时所嗯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泛化性的困扰，其实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所以零一在23年的时候，当时应该也是全球最早的一批去全力 all in 去做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端到端的自动驾驶系统的。所以我觉得零一在走的很多路径呢，其实都是零到一。我们其实也很享受这样的一个零到一的探索，以及它这个探索所带来的颠覆性的可能。
对，未来资本其实这个作为一家就专注于科技领域投资的这个公司，我们经常会看到啊，有一些这个拥有先进技术的创业团队，有的时候呢，这个不可避免的容易去陷入这个技术的这个自嗨。那我们看到这个零一汽车，其实在自动驾驶的这个规划上，其实走的是一条非常务实的路线。那在重卡这个场景下，你们是怎么去平衡 L4甚至 L5的无人驾驶的终极愿景和当下高阶辅助驾驶的商业化的落地的呢？对，特别是我们今天就已经在你们的这个仓库里边啊，我们看着这个惊蛰和小满这两辆车，其实都已经这个上市了。然后在终极这个运输机器人和现在正在推出的这个车型上，这个当中的这个平衡，你是怎么去思考的？对，我们这个也是涉及到其实零一创业的一些底层思考。我认为任何技术的变革，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行为，它其实是一个不断去迭代的，我们称之为技术飞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飞轮去驱动的一个核心要素其实是它的商业。我们能看到的东西是，重卡这样的一个行业，它的传统的这个整体的 TCO 整体的这个成本结构里面，都是以燃料成本为主。我们如果在油车的时代，大概3块钱1公里，但是这个事情我们把它切换成了电动车以后，它能到6毛钱，这个接近80%左右的一个成本的下降。这个事情对于运输这样的一个行业是它的成本结构上是一个颠覆性的变化。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会去推动电动重卡的一个快速的渗透。我们也看到了，从零一的22年成立开始，我们经历的每一年一直到26年，其实都是一个接近或者说超过100%的一个市场的增量和增长。这个事情呢，其实给像零一这样的一个初创企业，毕竟我们在做一个造车这么难的一个事儿，它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入到这个市场的一个空间。这个是我们在电动重卡这一块儿的一个脚踏实地，先去从零到一把车造好。我们在无人化这块儿其实也有一些关于自己的思考啊。其实零一整个大的自动驾驶这个事情，我们是把它拆成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自己称之为场景渐进的自动驾驶。利用的就是我们卡车，其实它有相当大一个比例的卡车，它的整个生命周期都是在一个场景里面去工作。呃，那么我们先把这些卡车去实现它的自动化和无人化，然后再去做到这样的一个随处可见的无人驾驶，我们自己称之为 L5的一个自动驾驶。为什么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2步走的一个战略呢？第一个呢，还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商业本身闭环，它的驱动是带来巨量的一个价值的。同时呢，其实我们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上面去看到，自动驾驶的卡车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很陌生的，甚至说从外界大家某种意义上会去担心的一个产品，它的逐渐落地，这个社会，包括我们的公众，包括政府监管，大家去接受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对，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对，这也是我们在自动驾驶这个行业里面其实遇到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嗯。卡车这个行业它的一个很好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是存在场景渐进的可能，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些这种围绕工业导向的、偏嗯。向于封闭的，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可控的场景里面，我们先去把自动驾驶这个事情先注入到这个世界里面。然后我相信呢，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能看到它对于这个行业本身带来的很多在效率上面的改变，但从安全上面的改变。当然，我们也觉得在这个导入的过程中，其实也会引发很多社会的讨论。有可能工厂里面的一个工人，他们随手可以去拍一个抖音，那么大家会去看到这个产品，大家会去激烈去讨论它。这个讨论，我认为对于任何新的事物都是重要的，有益的，对，嗯。都是非常有益的。嗯。嗯，然后这些讨论的过程中，也是我们作为企业、作为技术提供方，在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去适应这整个社会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地方。通过这样的方式，再慢慢的去，做到最终的这个可以随处可见的这个无人驾驶。从综合的信念上面呢，我认为，自动驾驶这个事情在10年之内，应该所有的车都不需要人开了。那么，其实我也会非常期待这未来的这几年，逐渐的我们去看到大家从一个对于这个产品很陌生，到逐渐的熟悉，到逐渐的去接受它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其实这个泽华刚才讲了很多啊，包括是
这个客户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成本 TCO，这个我们更多的听到的是灵异务实的这个思考，而不是单谈这个情怀，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啊，这个灵异也是有一个非常这个独特的这个选择。其实我们还是除了一些封闭场景之外，然后我们会从一些中短途的运输来入局，然后聚焦在300或者到500这个之内的这样的运输的这个市场。这是基于你们对这个真实物流场景的这个洞察吗？还是本身因为重卡它在补能上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限制，那你们怎么是去考虑这个我们对重卡的这个续航的这个焦虑和补能的效率这些方面的问题呢？首先呢，我们其实在做的是一个以大宗为主的中短途市场。这个中短途的话，我们其实定义是日均行驶大概50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首先这样的一个场景，它本身在我们重卡这个行业的基础量就已经很大，它从保有量上面是接近50到60的这个百分比的一个保有量。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公路运输的里面是50%到60%。对，在重卡的这个保有量里面占一半。OK，啊，如果是以货运的吨位数去看的话，它其实占到了甚至70%，嗯因为大宗的话货都比较重。嗯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其实巨大的市场。同时呢，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新的产品，它要克服这个行业的既有的一个惯性，导入到这个市场里面，它是一定要带来颠覆性的变化的。这个颠覆性的变化，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从3块钱去降低到六毛钱，6毛钱，嗯，这个是一个足够大的变化。对，但是反之，我们去看，在长途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其实它还是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的问题。嗯当然我们大家都能明白续航焦虑，或者对，说这个车的电池的要装很多，它很贵嗯嗯很重，这都是短板。但是除了这个短板上面，在长途这个行业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它的长板不够长。首先，油车它在这样的一个中短途的场景里面，大部分时候它跑的不是高速，可能是国道，甚至一些乡道、县道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基础的公路，会有频繁的启停，会有红绿灯。对，油车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表现是不好的。嗯反过来呢，它在高速的情况下，因为大部分的发动机都是围绕着一个高速的定速巡航，这个高速的巡航去做设计的。所以我们平时开乘用车也能感觉到，我们在市区的道路里面，它的油耗是高的，但是在高速里面油耗会下降。对，但是对于电车的话，它会相反，因为嗯，电车呢，它这个里面由于电机本身的设计，它在起步的时候很高效，同时它在这开得越快，耗电越快，对，同时就是在这个比较低速的情况下，嗯，速度的变化，其实我们电车是可以把这个能量给就回收过来回收的，回来，对，对，可以拿回来。嗯那这里面有一些这种特别占便宜的小技巧在里面。对，但是如果我们跑到高速了以后呢，它是嗯纯去拼阻力，我们能理解说这个车跑得越快，它的风阻各项阻对，力都是在增加的。是，所以这个时候电车的电耗是上升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是这个一涨一降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呢，其实会导致电车相比于油车在经济性上面是会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另外还有一层很重要的要素呢，是它的补能。嗯因为我们在普通的这些国道或者说下道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补能是可以随处都去建的。嗯特别是大部分重卡跑到的是一个偏郊区，那么它的土地相对来说比较的便宜，那么去拉一些线过来去建补能站，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所以嗯它的补能在我们能看到的一些重卡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其实已经变得非常的充分了。嗯那么这个价格也是进行了市场化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但是我们在高速上面，这个现在高速的服务区还是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资源，所嗯以它的补能的费用比较高。所嗯以这几个东西一综合比较起来，我们其实看到的一个问题是在高速情况下，电车相比于油车，其实它在经济性上面是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优势，可嗯，能会有一个15%、20%的一个优势，但是它并不足以去带来一个颠覆性的变化，不去克服。像刚才6毛和3块这个当中5倍的这个变化了，是对吧？嗯对，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业呢，它会嗯发展会慢一些。所以您其实在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一个特别务实的一个嗯角度，先去从一个这种确定性的赛道去切入。同嗯时呢，我们觉得创业其实你需要去专注，
在专注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赛道，我们认为它最终的渗透率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渗透。也就是说，是，发展到一定阶段里面95%甚至，接近100%的车辆，它都会是电动重卡，因为这是由这个经济性的一个客观规律去决定的。嗯毕竟商用车它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所有人都必须要在一个成本结构上面去做运行。嗯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赛道是一个很宽的，同时你又可以持续的去，去专注的去做它，一直把它做渗透到底。所以这个事情给我们的技术的投入、技术的发展方向上面有一个，一个很专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这也是我觉得01其实，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口。切入点，对。对。哎，那我其实也特别好奇啊，因为就是如果是选择了这样的方向，然后对我们实际的我们这个车的这个产品的上面的设计上面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有的。你像在这样的一个路况里面，首先它从路况的选择上面，因为国道相对来说还会好一些，如果再往其他的这些比较下道的这种路上面去走，它的路面情况是不好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它会要求车的底盘要做的比较好，嗯这个车的底盘离地高度要足够大，嗯，不会出现磕碰。同时呢，大部分的这些路，它有一些时候可能会修的比较窄，所以对，你的这个转弯半径要做好。并且我们能看到非常多的这些可能爬坡的情况，所以你的车的动力要做的特别的大。嗯并且包括各种湿滑的路面、雨天，你要能够有一些智能的算法可以去处理打滑，嗯处理包括这种长下坡的这些情况。嗯所以它整个的路面情况其实是相比于高速的话是会差很多。它对于嗯。这个车的可靠性、动力性，包括这种工况的适应性上面是有非常高的一些要求的。你觉得，这个在渗透率还在逐渐爬坡的这样的这个阶段，然后这个引爆的这个起点会什么时候到来？然后，触发的这个核心因素到底是什么？是会是一些这个政策的扶持呢，还是电池的这个成本呢，还是本质上还是技术的这个突破啊？嗯，从电动重卡的话，嗯如果只是纯我们谈新能源电动重卡，这个时刻其实已经到了。嗯，嗯，你觉得已已经到了？经到了。对，我们去年的渗透率，重卡的渗透率，电动重卡的渗透率已经到了30%。去哦，年12月份的时候，一度爬升到50%。当然，这个由于这个购置税补贴退坡所导致的。嗯今年的话，我们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测，我们认为会平均会超过30%到4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渗透。其实我对于这个电动重卡它的发展，我有一个3个阶段的理论。嗯，第一个阶段呢，其实是在最开始，可能如果这个整个行业都是油车的时候，那对，么我们买电车的客户呢，他可以去享受一个电车的成本，同时有一个油车的这样的一个运价，所以嗯他可以挣到很多钱。嗯嗯嗯然后第二嗯个阶段呢，其实很多人可能会去学习他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会导致进一步的渗透。但是到第3个阶段的时候，当电动重卡其实它渗透到一定的比例的时候，整个行业的成本结构就不会用油车去定义了，它会用电车去定义。嗯。这个时候呢，会驱动的几乎所有人都需要去反去买。向推动，每个人都要买电车了，不然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这样的这个成本结构下，他可能就做不起这个生意了。是的，是的。嗯，明白。然后我自己对于这个东西的存嗯量渗透的一个比例，我认为是30%。嗯，当然呢，我们刚刚其实聊到了，我们在做的是一个以大宗为主的中短途市场。这个市场呢，其实它还有一个特点是，它是一个区域性的市场。是，也就是说，我们在北方，比如说我们在河北，可能在这个区域里面渗透了超过了30%，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加速的变化。嗯但是这个事情是不影响我们上海的这个客户的。嗯所以全国它会不同的区域，它会有不同的渗透速度。但是综合情况下，我们认为3到5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400到500万台这样的一个存量的市场，其实会全部渗透完。所嗯，以未来这几年其实看起来的话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渗透。3到5年去替换掉400万台车的话，平均每年其实是会超过80万台电动重卡。那么峰值的话是会超过100万台。这个这个的确是一个数字巨大的这个市场。嗯，对，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恐怖的，甚至是对，说超过了当前每年这个重卡的总和加起嗯来的总和，所以它会有一个峰值，会有一个 peak 出嗯。来。
对，其实我们刚才聊了一些，就是关于国内市场的情况。那我们知道哈，是这个中国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其实现在毫不夸张的来说，现在在这个全球都处于一个非常领先的这样的地位了。那我不知道您创立零一的这个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海外市场啊？特别是像欧洲这样这个对 ESG 啊，然后要求是特别高的这个地方，它其实对排放啊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这个要求。听上去好像电动的这个重卡这样的这个产品，在海外的这个市场的受欢迎程度也应该是挺高的。未来你觉得就是在零一的我们的布局上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想象空间呢？零一其实我们在创立的时候，我们定嗯，位自己就会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我们希对，望零一通过我们电动化，包括智能化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浪潮，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全球最好的运输机器人企业，全球最好的这个商用车或者重卡企业。这个嗯是零一对自己的一个期待。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由于最近零一的品牌影响力其实也上来，这个国际上面很多客户，我们也有欧洲的客户，也有澳大利亚的客户，嗯，包括这个第三世界的国家的这些客户都有找对，到我们。我们其实也很看好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上面的一个渗透，在未来嗯的这几年，其实我们会去做比较多的工作，去把我们的产品去推向全球。当然我们也看到说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这边也分享一下。首先嗯呢，其实我们跟很多初创公司会稍微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先是聚焦在中国，聚焦在国内。对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参与这样的一个卷的浪潮。对，为什么当时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其实也很简单，我们觉得一个有生命力的企业，如果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要做到世界第一的话，这一仗必须要打赢。如果我们在中国卷不过去，那么其实可能不配去参与最终的一个竞争。同时呢，其实我们国内的市场虽然它有点卷啊，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它有共识。我们说的这个共识是什么呢？我们零一的车卖到今天，我其实没有为我们的客户去建过一个充电桩。那么这些充电桩基础设施，这种建设，其实它由这个市场、由整个社会的共识就自动的去驱动了。嗯同时呢，我们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极少的去回答客户的关于电动车是什么的这么一个问题，包括这个电池的回收啊，或者说整个产业链的这些问题。我们能看到，在中国其实创业一方面它有它的挑战，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有很强的一个势能去推着里面走。这个时候可以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初创公司去专注在技术，专注在重卡这个产品本嗯身，而不用去做特别多的生态建设。所以我们在出海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自己思考很多的一个过程是，这个时候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去推着你们了，那么我们必须去建立这个共识。我们在做好产品的同时，其实还要把生态去做好。嗯。啊，这里面需要去走一些高举高打的路径了。对，我觉得你刚才这个讲的非常有意思啊，说在优等生的这个竞争当中，如果是能卷得过，是对自身实力的非常好的这个证明，对吧？嗯对，我其实就是之前有关注到啊，就是其实零一是一家这个效率非常高的这个公司，这个我们现在成立的时间差不多是4年，然后我们只用一个200个人的这个团队，就完成了惊蛰和小满2款车型的这个研发和上市，然后这里面还包括很多的全站的自研的软硬件的创新。这个我觉得从一个车企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啊，这已经是这个组织效率非常高的这个表现了。那么高效率的这样的这个研发和这么高的这个组织的这个效率，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秘诀吗？因为我相信就是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听友里面，本身就是我们的这个创业者，也是我们的这个企业的管理者，肯定都很想跟你取取经。这个感谢。其实我觉得可能分享3点吧。对，第一点呢，其实我也是从企业里面，包括我之前过往嗯的过程中也参与过，我也是一个企业的从基层的员工一路去走到公司的高管。嗯所以我自己对于企业的一个一贯的看法呢，是我认为每一个企业其实它需要去做向下的汇报，而不是向上的汇报。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其实整个团队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管理者的一个评价。我嗯，经常在公司去说的一个事情是，如果我们每一个层级大家没有做好自己的事情，其实对，其实这个时候你再往下
一个层级，大家再去做事情的时候，它的这个事情的复杂都会超过10倍。所以，嗯如果同时这个公司的层级又变得很多了以后，那么它的整体的效率是很低的。嗯所以，当然因为在创立零一，我是公司的1号位，所以我们对于战略这个部分，1号位所负责的事情的要求是极高的。零一我们在几乎走的过往的这几年，几乎走的每一步的战略，我们都想得极其的清晰。我们为什么能够这么高人效的把这个事情做好，是因为整个过程中我们战略上面没有走错过，也没有摇摆过。当然，这个事情只是最顶层的战略，嗯其实细分以后，我们还会有每一个部分的这个战略，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极高的一个执行和效率。嗯这是我觉得里面的第一层，就是我们一定，我自己分享的东西是，大家要去向下汇报，要去看到我们每一个战略，它对于你再往下一层所产生的一个影响，把这个每一步尽量去控制好。第二个事情是我们特别重视工具本身的打造，数嗯据本身的打造。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其实大家更多的是考虑一个快速地把这个产品本身去推出来，但是我认为，嗯对于一个公司的 CEO 来说，这个公司本身就是他最好的产品。那么我们需要去注重这个在过程中，所打造的一系列的工具链，一系列的这个文化，以及它所对应的组织和流程。在零一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对于工具链的投入还是比较的多的。第三个呢，综合在我们造车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其实也借助了整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效率。我在过去创立零一之前，我在美国待了10年。零一是差不多用这个1.5个亿人民币左右，我们就把很多的产品和技术去做起来了。然后当时我在美国的团队差不多一个月就要花掉2到3千万美元，所嗯以我们用当时我们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在美国一个月的成本，其实做出来了2款车型和一系列的总成技术。这里面其实也得益于我们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嗯链，新能源它的快速的发展，让我们其实能看到说这里面有很多的产品和技术是我们可以做快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融合的。对，我之前我也听一个非常资深的创业的这个前辈说，他说创业最怕折返跑。就说这个1号位可能自己没有想的特别的这个清晰，在战略上的这个摇摆或者是战略定力不够，可能会让这个整个公司的这个效率会急剧的这个下降。但我今天又听到了一个新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叫这个管理要向下汇报。我觉得这个总结的的确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精准。那您刚才讲到一些这个工具链，然后我这个纯属个人好奇啊，具体是在指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工具？嗯，其实我们看向下汇报，就是能让我们工作的每一个人，大家能够尽可能高效。对，所以零一这里面我们说工具链，我们有自己打造的一些数据系统，自己的一嗯些研发系统。嗯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发，甚至说 ERP 的系统，我们都有在自己的做开发，嗯，去保证说，这个工具本身它就像一个鞋子一样，它合脚的，它它是合脚的。对，对。昨天是我们这个成立4周年，然后我哦，就跟我们同事也说，这个也是得益于未来，我就说，其实零一现在我们相比于可能过去会稍微有更多的一些资源，但是我嗯并不准备去做特别大规模的团队的扩张。嗯，反过来呢，其实我想去把很多的预算，我们去投到一些包括 AI 的工具上面。我们是，希望说，并不是说我们去增加10个人，而是说让每一个人去变得可能10倍的强大。这个时候，其嗯实对于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我们每一个同事来说，大家也是一个很新的体验。所以这嗯。是我们整个在去组织这样的一个团队的时候，一个理念。对，那刚才是讲到这个人，我好奇的是，就是您在这个选零一的这些核心的这200个这个精兵强将的这个过程当中，对零一的人有什么关键的这个标准和要求吗？就什么样的人是你想要的人？我们零一在成立早期的时候，我们很多早期的同事，我跟他们聊的不是说去劝大家加入，反嗯过来我们是劝大家不要去加入。为什么呢？是因为因为我们在做造车这样的一个行业，是一个偏传统的行业，嗯，有很多的同事他是从国企出来的。
啊，所以我跟大家去聊的时候，我会说的是，是这个行业的特点，对不对？对他，这商用车重卡这个行业的特点，对他，国企出来的人可能多一些。对，非常非常多。我说大对，家可能看创业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觉嗯，得说他这个成功了以后有很好这个鲜花有掌声，对，但是其实大家没有想过的东西是，创业大概99%的概率都是失败的。嗯，我当时去跟团队的几乎早期团队的几乎每一个人，我其实都聊到过这个事情。对，我认为01其实在最开始的失败的概率是超过99%的。嗯，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去想象每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我们都是至少说3年到5年，我们如果给他的机会成本去做一个定价的话，我觉得是超过100万人民币的，至少啊。嗯，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具象的去看，我愿意去把我自己的100万人民币去投到一个99%会失败的这个东西里面嗯，嘛？其实大概大家如果说是纯理性的行为里面是不会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问大家，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去来零一？对，这个你们想从零一获这样的一个得什么？创业去获得什么？嗯，对，然后大家跟我给的答案其实当然不完全一样啊，但是其实我能看到从大嗯，家当大家去思考或者回答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能看到他们眼里面的那样的光，一个光一个 desire，就是嗯，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跟我说他在国企里面。嗯，他说他现在能看到他退休的样子，他并不希望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职业生涯就这样平淡下去。所以我说，哎，那您应该是对的。我虽然不能去确保说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会成功，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在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定在做一个有趣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我们早期的同事，大家真的还是一群，第一个呢，大家很稳定，另外就是大家都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就聚在了一起。就我忍不住想要问问你啊，就现在是从创业那一天到现在就整整4年，站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上来去看，你觉得整体创业的这个成功率现在是多少？我觉得可能30到50吧，嗯，可能30应该是更确切的一个数字，比我们之前的成功率大了很多。但是同时呢，其实我觉得比较开心的一点呢嗯，是，我们在最开始的是一个很模糊的想法，对，这个模糊的想法是我们认为说自动驾驶是缺车的，我们认为自动驾驶的卡车这个地方，有很多需要去真的大家去做很多非常规性的投入才能去完成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呃，应该说看到了那个终局，嗯，但是在最开始成立的时候，其实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出发，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第一步应该怎么去走，但是走到今天以后，我觉得路径是清晰的。我们能看到说，在这个地方零一所对于这个行业所带来的一些价值，以及后续的几个步骤里面每一步应该怎么走。我觉得这个事情里面，有我们这几年其实反复思考、反复迭代下来的一些战略，并且对于这个战略里面我们的一个坚定性。所以这个30-40可能听起来不高的一个概率，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一做得出来的话，其实当时我们最早期去创业的时候，我跟团队在说的是，如果我们做得出来，有可能01是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第一的这样的一个重卡企业。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这个事情所带来的收获和成就感也是巨大的。所以，这几年的这个创业的过程，虽然里面也有很多辛酸，有很多很苦很累的地方，但是还是觉得挺开心的，挺值得的。如果是现在让你这个评价一下零一这家企业，你觉得经过4年的这个沉淀，在一家就是还是很年轻的这个公司上，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气质，或者是什么样的对外的这个人设，已经慢慢的这个沉淀出来了？我觉得01首先就是我们不是一个跟随者，嗯，这个跟我们的规模、跟我们体量没有关系。嗯，我们对于这个行业是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一些思考。嗯，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觉得01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个文化。其实我们的零和一里面还有一层是在这个地方，嗯，我们认为简单其实它是能构建万物的。嗯，我们在整个每天的一个过程中，其实大家都在追求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纯粹。嗯在01内部也是，我希望所有人都叫我泽华，嗯不要去叫我黄总或嗯者甚至泽华总，对没？我觉得这家公司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嗯这个地方其实并没有所谓的领导或者嗯说不同的层级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希望这家公司是一个扁平的。我其实相信时间的价值，就是每一个人，大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是，他如果花的时间比别人长，嗯，大概率他的思考是比别人更深的。是，所以这样的一个很平等的文化，其实它能迸发出来很多的创造力。嗯我们之前在图森的时候，其实也在反复的实验这个事情。在图森的时候，应该我直到2019年、2020年，我们都会自己去写很多代码。嗯。这样的一个对于底层技术的一个触觉，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最近我也开始写代码了。对，所以我想最后一个问题，我是想关于问问你的梦想，能不能描述一下这个你口中说到的这个终极运输机器人，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就是01，或者是我们这个行业啊、距离这个目标还要翻过几座大山？这个都源自于我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自己嗯是一个科幻迷，嗯所以小时候就喜欢去做很多不着边际的一些想法。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呢，是我希望去做一款好的机器人。嗯我们去看无人驾驶的重卡，当这个完全无人的情况下，其嗯，实它既不会有司机，也不会有乘客。对，其实我们看起来它就是一个机器人。当是然，我们最有名的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动画《变形金刚》，变形金刚是 对，它就是以大黄蜂，对，它就是以这个重对，卡，它的擎天柱就是以重卡作为是是，原型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或者说我自己的一个儿时的一个梦想。那么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图景会长成什么样子呢？其实第一个呢，我们其实看到 AI，它在很深刻的，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社会其实产生非常大的变化。对，然后我觉得大家其实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的事情是，驾驶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的复杂。当然，嗯这个完整意义上的这个 L5级别的自动驾驶，它还有很多在工程上面、在数据上面要去做的工作。对，但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坚信呢是，这个事情一定会到来，并且我觉得，这个比较乐观去看的话，我们觉得3到5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对于这整个行业的一个大的改造和变化，10年左右的时间能完成它。嗯所以，我们能看到的东西是，当运输本身它去实现一个自动化以后，我们的道路就最后可能会像这种工厂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流水产线，线一样，对，流对，水线一样，它在承载着整个这个社会的这个血液，它会被精准的去准时的、高效的、安全的能够分配到每一个地方，嗯同时它对这个行业也会产生非常颠覆性的变化。所以嗯这里面我们能看到说，有无数的新的企业其实会因为这个事情去诞生。也会有我们自己在看，会有专门去做这种物流的公司，会有专门去做资产管理的公司，对，会有专门去做调度的公司，同是，时也会专门去做解决方案的公司。嗯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它会被构建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觉得，如果您真的能够去完成、去推动这么大的一个行业的变革，确实这里面是具备一个孕育出来世界第一的商用车车企的这么机会的。对，好的，谢谢泽华，我感觉真是非常让人兴奋，也是很让人憧憬的这样的这个梦想。那我们祝愿01在迈向终极运输机器人的道路上越走越顺，也祝愿泽华能够尽快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让我们一起加电。谢谢温迪，我们一起加电。好的，最后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我们的电波未来，我们会持续邀请不同领域的投资人、创业者以及行业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未来的洞见，也欢迎各位听友在 Neo Radio、小宇宙、B 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平台订阅我们的栏目，在电波中听见未来。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